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，可真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惊掉下巴了。事情发生在去年夏天，一位客户阿明在广州做外贸生意，家底殷实，人品也不错。他妈妈特意找到我，希望能给儿子介绍个合适的对象。丽姐啊，我们家阿明都32岁了，还没个着落，我这心里可着急了。阿明妈妈坐在我办公室里，一脸愁容地说道。我赶紧安慰她，阿姨您别着急，您看您儿子条件这么好，找个好姑娘不是问题。确实，阿明的条件在我手上的男客户里算是相当不错的，身高178，长相周正，在广州市区有2套房产，年收入税后50万以上，最重要的是为人稳重诚恳，没有不良嗜好。这样的条件，在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，那可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儿子啊！我立刻想到了一位女客户小婷，这姑娘之前来找我，说自己是做跨境电商的，看起来知书达理，谈吐不错。我觉得和阿明的条件挺般配的，就赶紧联系了他。哪知道这一联系不要紧，后面发生的事情简直让我大开眼界。小婷很快就答应见面。第一次见面的地点选在了我们红娘中心附近的一家茶餐厅。那天，小婷穿着一身得体的连衣裙，妆容精致但不浓艳，一看就是会打扮的。阿明哥好，我是小婷。她彬彬有礼地和阿明打招呼，态度特别好。整个相亲过程中，小婷表现得特别得体。她说自己32岁，离过1次婚，很善解人意地主动提到，我也知道现在二婚的女生不太容易被接受，但是我觉得感情的事情，真诚最重要。这番话说的阿明连连点头。更让阿明惊喜的是，小婷主动表示，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结婚都太讲究形式了，什么彩礼、3金，我觉得都不重要，两个人真心相爱，简单点挺好的。这话一出，我看阿明眼睛都亮了。要知道，现在广州这边结婚少说也得准备几十万，光是彩礼就得10几20万。小婷这么想得开，确实难得。第一次见面聊得很愉快，阿明回去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很满意。他妈妈听说小婷不要彩礼和3金，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丽姐，这姑娘想得真通透，现在这样的女孩子不多见了。阿明妈妈在电话里连声夸赞。我当时也觉得这事儿有门，但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我还是提醒阿明，感情的事不能急，多处处看看。谁知道第二天事情就出现了转折。小婷突然给阿明发信息，说想带个人去他家拜访，说是想给阿明一个惊喜。阿明也没多想，就答应了。没想到这一答应，后面的事情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那天下午，小婷真的来了阿明家，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她居然带着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。阿明哥，这是我儿子小宝。小婷笑着说，我觉得既然咱们有可能要组建家庭，那提前让孩子见见面也好。阿明妈妈当场就愣住了，这才第2次见面啊，而且之前小婷压根没提过自己有孩子的事，但是小婷看起来那么真诚，小宝也特别懂事，还甜甜的喊奶奶好，一下子就把阿明妈妈的心给暖到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真可爱。阿明妈妈一边说着，一边赶紧找零食给小宝吃。小婷趁机跟阿明说，其实我之前是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怕你一听我有孩子就不愿意见面了。我觉得咱们真的很聊得来，所以想让你看看真实的我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小婷眼圈都红了，看得阿明心里一阵不忍。他安慰道，没事的，我能理解。这一下午，小婷和小宝在阿明家待了好几个小时。小宝特别乖，一会儿画画给阿明看，一会儿又跟阿明玩游戏。临走的时候，小宝还依依不舍地抱着阿明不撒手。阿明哥，你真好，小宝特别喜欢你。小婷感动地说，这一招可真是高，把孩子带来，用真诚打动人心，确实让阿明和他妈妈都放下了戒心。当天晚上，阿明妈妈就给我打电话，说觉得小婷人不错，虽然带着孩子，但是很懂事，也很善解人意。丽姐，你说这事儿靠谱吗？阿明也来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当时就觉得事情发展的太快了，就劝他，阿明啊，感情的事要慢慢来，你们才见了2次面，还是要多了解了解。但是小婷接下来的表现简直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，
她经常给阿明妈妈发信息，嘘寒问暖，还常常做好吃的送过去。每次见面都穿得很得体，说话做事都特别周到。更让阿明感动的是，小婷说：“我不在乎物质条件，只要你对我和小宝好就行。结婚的事情从简，我不要彩礼，也不要什么金银首饰，咱们把钱省下来给小宝上学用。”这话说的简直是让阿明觉得遇到了个宝。现在这个年代，哪有女人不要彩礼和3金的？阿明觉得自己简直是捡到了个大便宜。可是我这个当红娘的，总觉得事情太顺利了，顺利的有点不太对劲。我赶紧让助理去打听小婷的底细，结果这一查不要紧，可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小婷之前的婚姻并不是她说的那么简单。我助理打听到，她前夫是因为她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才和她离的婚。这女人居然还想方设法的把前夫的存款都卷走了，害得人家差点跳楼。我这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把阿明约出来详谈。阿明啊，我觉得小婷的事情可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我小心翼翼的开口，丽姐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？阿明皱着眉头问我，我把查到的情况和他说了。这个小婷啊，她以前欠了不少债，大概有30万左右，而且她的跨境电商其实就是个空壳公司，根本没什么业务。阿明听完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她看起来那么善解人意，那么温柔，现在的骗子都很会包装自己啊。我叹了口气，你没发现吗？他一开始就说不要彩礼，不要3金，就是想让你们放松警惕，带着孩子来见你们，也是为了博取同情。阿明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他总说要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，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，原来是想找个接盘侠啊。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阿明的手机响了，是他妈妈打来的，说小婷又来家里了，还带着一堆购物袋。他说要给我买衣服，还说要给我买保养品，说这是儿媳妇应该做的。阿明妈妈在电话里说，这姑娘真的很贴心啊。我和阿明对视一眼，心里都明白了，这哪是贴心啊，分明是在设套，用小恩小惠来笼络阿明妈妈，等骗婚成功了，还不是要他们给他还债。阿明二话不说就往家里赶，到家一看，小婷正坐在他妈妈身边，笑得可甜了。阿明哥，你回来啦！我今天特意给阿姨买了些东西，你看看喜欢吗？阿明强压着火气，小婷，咱们能聊聊吗？把小婷拉到一边，阿明开门见山，你是不是欠了很多债？小婷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支支吾吾地说，也不多，就30万左右。我是想着等咱们结婚了，慢慢还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实话？阿明的声音都在发抖，我怕你知道了就不要我了。小婷说着就掉眼泪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对小宝那么好，我们也处得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阿明听到这话，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你说你喜欢我，你根本就是看上我有钱吧，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。这时候阿明妈妈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，一听说小婷欠了30万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……小婷见事情败露，立刻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。喂，老张是吧？对，我找到接盘的了，你让我再缓几天。这话可把阿明给气坏了，你居然当着我的面就给讨债的打电话，怎么，你现在不愿意帮我了？小婷突然冷笑一声，那你信不信我马上就在网上发帖说你骗我感情？我把小宝带来见你那么多次，你也教过他写作业，关系都这样了，你说我要是去网上一闹，你的声誉还要不要了？我的天呐，这女人简直是个绿茶中的战斗机啊，居然还想用这招要挟阿明。还好阿明不是省油的灯，马上掏出手机，你说要闹是吧？那你先看看这个。原来阿明早就录下了刚才的对话。小婷一看，整个人都蔫了，你现在马上离开我家，以后也不要再来骚扰我和我妈妈，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些证据交给警察。阿明严厉地说。小婷知道计划败露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，临走还不忘撂下狠话，你们等着，这事没完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个小宝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是他花钱雇来的。这女人为了骗婚，连这种招都使得出来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
这件事给我们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。现在的骗子套路真是太深了，什么不要彩礼，不要3金，看似大方，其实都是障眼法。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相亲交友一定要多个心眼，不要被表面的温柔、善解人意给迷惑了，一定要多了解对方的背景，尤其是发展太快的感情，更要留个心眼。最后，阿明还是遇到了真心对他好的姑娘，现在已经结婚了。至于小婷，听说后来又去别的城市骗人去了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给骗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相亲故事，下次见。丽姐相亲故事温馨提示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不要彩礼，不要3金的背后，往往藏着更大的陷阱。感情的事还是要慢慢来，步步为营才是正道啊。说到这里啊，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问，这个小婷后来怎么样了？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更劲爆的内幕。前2天我正好遇到了小婷的前夫，他告诉我，原来小婷在他们结婚期间就已经用这种手法骗过好几个人了。他的套路就是看准条件好的单身男士，装出一副不图物质的样子，骗取对方的信任。更可怕的是，他每次都会找不同的小孩来配合他演戏。这些小孩都是他从中介那里花钱请来的，每次给1-2千块钱。这些孩子的父母也是被蒙在鼓里，还以为是在接什么儿童代言的工作呢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他在我们结婚期间就靠这招骗了好几十万。小婷前夫苦笑着说，我发现的时候，他早就卷款跑路了。这让我想起现在很多新型的婚恋诈骗手段，有的假装不要彩礼，背地里却欠了一屁股网贷。有的说不要3金，转头就偷偷抵押房子，还有的装出一副传统贤惠的样子，其实是为了骗取家里的财产。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广大单身男女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太完美的事情往往背后都藏着陷阱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要擦亮眼睛，不要被表面的甜言蜜语给迷惑了。记住丽姐说的话，真心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步步为营，慢慢来，比什么都强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